然后介绍梵高在法国生活时候他的其中一些代表作品。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个视频，我介绍梵高在荷兰创作的《吃土豆的人》。梵高生长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牧师家庭，他爸爸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牧师。在这种宗教氛围的家庭影响下呢，梵高也热烈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牧师，然后把福音传给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梵高熟读圣经，对圣经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个狂热，他会经常的抄写圣经里的经典段落，背诵，还以年代为顺序，用英文、法语、荷兰语将其编排起来。多年来对圣经内痴迷的梵高，终于做了一次传福音的牧师。作为牧师的梵高，他把对圣经的热爱传递到社会最底层，借此来传达他对劳动人民的尊重。他认为他自己也是一位劳动者，和这些矿工、农民都一样，只是工作方式不同。就这样嘛，梵高作为一名牧师的梵高，他每天都蓬头垢面，然后衣衫褴褛，穿梭在社会最底层，去救助这些需要他帮助的人。当时教会也接受不了这种过度热情，然后又蓬头垢面的牧师，就索性把梵高给解雇了。被解雇的梵高就开始了他职业艺术家的生涯。梵高被教会解雇之后呢，也就开始了他早期在荷兰的创作那个社会底层一系列作品。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最满意的一幅作品，就是上一个视频我们介绍的《吃土豆的人》。梵高认为，牧师和艺术家何尝不是干的同一件事？他还说，试着去感受艺术品的精髓，品味大师的杰作，你会从中发现上帝。一切的美好都来源于上帝。这也看出梵高还是这么热爱这个圣经，热爱所谓的他的宗教。尽管梵高吃土豆的人这个作品遭到了当时那个传统学院派艺术家的批评，但是梵高自己认为这是腐朽的学院派艺术家和那个他认为很可憎和专横又以貌取人的传道士都是一样的，他们是对新思想、新方法，总之是避之唯恐不及。在那个梵高在法国生活的这个时期，他的画风就明显的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其中我们就看到一系列梵高的那个向日葵的一些作品。梵高也喜欢印象派大胆的用色，但是梵高他不仅在绘画创作上呢追求光线、色彩，也更强调自我感受、主观的一种感情。颜色、线条不是描绘客观事实，而是凸显情感。转动的线条，梵高是用来表现当下内心的一种情绪。在当时盛行印象派的画风中，梵高创作理念也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突破。画布上追求生命真实的本质，追求内心情绪的感触，用它们绚丽的色彩来表现出来。蓝、黄、紫色、重笔厚涂法也呈现了真实的立体感。梵高这一生，共创作了11幅向日葵。他自己称向日葵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化身。他认为黄色代表太阳的颜色，阳光又象征爱情，因此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也因为梵高本身他狂热的热爱圣经，
所以在他创作这个向日葵系列当中，插在花瓶里的向日葵12只、14只，他就以12来表示基督徒12门徒。他还将南方画室成员定为12人，然后再加上自己，然后他的弟弟，然后一共14人。这就同时传达梵高想表达的是，人要有感恩之心，然后也要感恩你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对艺术你要怀着一颗欣赏之心，宛若眼前那灿若花开的向日葵。梵高的一系列创作当中，要说向日葵，梵高更强调了他对事物一种自我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在他的画布上，线条、色彩、自身表现力不拘一格。他也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加的随心所欲。在这一组向日葵的作品中，色彩、线条、透视、比例，它是适应自己的随心所欲，表现自我的需求，就完全的抛弃学院派对技巧的认知和追求。绘画技术对梵高来说已经不重要，梵高更注重的是画中内涵和神韵，更多是当下自己的一种直觉的情感注入他的作品，要表达自我的感受和主观的情感，呈现的是主观化的客观。梵高笔下的向日葵时而展现的是优雅、细腻、纯净，时而又闪烁着熊熊烈火，激情蓬勃而出。梵高厚重的笔触和单纯强烈的色彩，很灵气也很智慧，把自己丰富的主观感情融入画中。即使艺术家观望者，也会对这个画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会有所感应。有关梵高向日葵的系列，暂且就说到这里。喜爱梵高的朋友们，请关注我下一个视频吧，我会给大家分享梵高另一幅绚丽震撼的作品。如果你喜欢，不要忘了订阅，这样给我更多的动力，我会拿出更多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和大家来分享。